最近啊，就有消息传出来说，乌克兰想从第三方手里弄到这个二手的我们中国的大杀器来对付伊朗的见证者136这一类自杀无人机。我们要小心一点啊，这很可能就是一个舆论操作，企图挑拨离间，抹黑中国。不过呢，要说对付这些小低慢的目标啊，我们还真是有好办法。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要说俄军使用的伊朗的这种见证者136无人机，你还真起到了一个小妖怪治大病的一个效果哈，阎王好见，这小鬼难缠，这真不好弄。这个弄得乌克兰是焦头烂额的，也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最近呢，在西方的社交媒体上就传说这乌克兰啊想通过第三方引进中国的出口型 SA-2型车载高射炮。当然了。现在中国肯定是不会给乌克兰的嘛，于是呢，他们就想从这个已经购买的国家买个二手的，或者是弄一些这个火控套件啊，以改装现有的高炮。在乌克兰那边啊，反而是找不到这一种消息，所以这就有很可能是西方在那边自己在那边造谣啊，企图来离间中俄，破坏中国的中立立场，来抹黑中国。别说我们中国不会在这个时候直接供货给乌克兰了，对已经拥有这一类装备的客户，我们也会从中来协调，有所限制，客户们呢也会配合的。要说起来，这个见证者136这种自杀无人机，其实就是一个极为低价版的飞行炸弹，它比这巡飞弹，有人说它是巡飞弹，其实它可不如这个以色列的那个哈比巡飞弹啊，这个见证者136啊，它比巡飞弹傻多了。但是你别说，它威力可真不小，50公斤的战斗部，当然也有说是80磅的啊，这一个高爆战斗部是吧？它比这一枚155炮弹啊，这个榴弹炮的炮弹那要厉害多了，大概相当于一枚中等口径火箭弹的那个威力啊，也是炸到哪儿也够你受的。但是这东西啊，很不好对付，它主要有3点。第一呢，你看它这个机身呢，大量使用非金属材料，连螺旋桨都是那个木质的，它这个巡航的速度其实并不高，一般也就是80到140公里，在天上嘟嘟嘟嘟嘟嘟飞来飞去。这种啊比较慢的目标，它的反射波通常会被现在的这种防空系统啊当成杂波就给过滤掉了，所以呢很难被雷达发现。第二，由于它本身就是个自杀炸弹嘛，所以啊必须要有足够的杀伤力，在空中去打爆它。你要只是打伤或者用干扰的办法，你把它弄下来呀，你这还真不好弄。你说你用激光武器去烧蚀它，其实激光武器打无人机，小型激光武器打无人机挺有用的。咱们的寂寞杀手在沙特那边啊，这个也弄出了挺好的战机。但是你仔细看看，它很多时候它是在空中通过烧蚀啊，通过什么把它的这个作战过程给它阻断了，有时候它就是受伤了，它掉下来了。可是你对这种自杀炸弹不行啊，你就算是把它打伤，或者你通过电子干扰的办法阻断了它的这个任务，然后它给你掉下来，它掉下来之后在地面上炸，这还是起到了一个混伤的效果。尤其是在市区上空，你还真不能随便打。你看那个乌克兰那边啊，他就有的是用这地面警察用那个步枪去打这东西，打准打不准再说，你要真是打了它呀，它真是掉下来，还真是个大麻烦事儿。第三，咱们说回这东西，它成本还是太低了，2万美元左右。你说你动不动就是20-30万美元一枚，甚至说更贵的防空导弹的话，打它的话也真是消耗不起。而我们中国的 SA-2型啊车载高射炮系统，就专门对付这种小低慢目标的一个利器。第一，它机动性很强，集成度也非常的高，有专门对付中低空区域的这一类中小型飞行器的雷达。同时呢，它还有那么一套光电火控系统，插入我雷达波，要是探测不到你这玩意儿，我直接用这光电，我直接看你，对吧？通过这个识别这些飞行器的图像特征进行精确的火力定位。第二呢，咱们说这个76型高炮，那炮弹打上去是挺厉害的哈，那比37高炮打起来厉害，可是它射速慢，就要加强啊这个炮弹的杀伤力。SA-2呢使用的防空榴弹呢有几百个乌合级预制的破片，全是小破片啊，它在这个目标周围一炸开时候，形成一个直接指向这个目标的漏斗型的高密度破片束，再加上每秒这个980米的出膛速度啊，基本上一发就能打爆一架中小无人机。这第三呢，这消费比高了。你就说这个76炮 SA-2 76炮本身它就不贵啊，比较便宜。高射这个榴弹呢，那就是更便宜了，你可以放开来打。
那目前 SA2能够研制这种装备的国家其实挺不多的，还有另外一种比较好的就是意大利的这种76型这个自行高炮。所以看来啊，随着越来越多的小低慢无人机投入这个战场，SA2会有更大的市场前景。